2026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盯着一张联邦支出表格，越看越不对劲。美国政府花在 AI 上的拨款同比增长了 189%， 同一时期花在 AI 上的合同暴跌了 76.8%。国防部 AI 合同更夸张，按合同口径统计，从上年同期的 1.38 亿美元跌到了940万美元，降幅超过 93%。拨款在暴涨，合同在崩塌，两条线以相反的方向冲出了画面，这不像是正常的预算波动。于是我试着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把这件事翻来覆去的验证：预算数据、估值证据、历史规律、实时信号。每个方向给出的画面都不太一样，拼在一起之后，我得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远比预想更大的问题。原本我以为自己在追踪一个数据异常，最后发现我在追踪的是整个主权 AI 概念的断裂。先说那张表格，联邦 AI 支出有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叫合同 contracts， 就是政府直接向企业采购技术服务。你给我部署一个系统，我给你一笔钱，签合同，走审计，按规矩来。另一条腿叫拨款 grants，就是政府把钱给研究机构、大学、州政府，让他们去做能力建设。你拿这笔钱研究 AI 在医疗中的应用，向我汇报进展，我不直接买你的产品。合同是买东西，拨款是建能力，两者流向完全不同的接收方。过去几年，所有关于主权 AI 的叙事都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上：政府的钱最终会流向 AI 平台公司，不管是通过合同还是拨款，最终都会变成 Palantir、Anthropic、OpenAI 的收入。但当我把这两条腿逐个拆开看的时候，画面完全不同。合同端，按我基于 USA Spending 的自定义 AI 关键词筛选口径，联邦 AI 合同从上年同期的 1.49 亿跌到3500万，国防部 AI 合同从 1.38 亿跌到940万。拨款端，联邦 AI 拨款从 4.4 亿飙升到13亿，其中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的 AI 相关拨款同比暴涨了 796.5%。表面上看，总额在增长，但这就像把油和水搅在一起，看着混在一起，其实从未融合。更关键的问题是，这13亿美元的拨款到底给了谁？我在之前的调查中做过逐笔追踪。HHS 拨款暴涨的最大单项来源是一个叫 Rural Health Transformation Program 的农村医疗改造项目，规模接近10亿美元。它主要聚焦的是农村医疗体系改革，但项目描述中提到会探索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我的 AI 拨款筛选规则下，它被补入了 AI 类目，但它的核心不是 AI 采购。剔除这笔误补之后， HHS 真正与 AI 直接相关的拨款大约8亿多美元，主要来自 NIH 和 CDC 的研究经费，流向大学、州卫生部门、联邦实验室。在我目前能识别的主要拨款流向里，尚未看到 Anthropic、OpenAI、Palantir 这些平台公司作为直接的主要受益方。拨款主要流向了学术机构和州政府，不是流向 AI 平台公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联邦 AI 支出增长这个 headline 之下，平台公司可以直接变现的那条腿。合同在急剧萎缩，而在增长的那条腿，拨款并没有直接变成任何一家商用 AI 平台公司的收入。合同为什么暴跌？这个问题的答案分两层。第一层是技术性的，国防部的采购数据有发布延迟，在 USA Spending 的可见窗口里会产生同比扭曲，关键词搜索只能捕获。在合同描述里恰好写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那一小撮合同，嵌入 F-35 升级包或宙斯盾系统的 AI 组件根本不会以 AI 合同的名义出现。更关键的是，国防部正在系统性地将 AI 采购从传统合同转向一种叫 OTA 其他交易授权的非标准采购通道。
OTA 不受联邦采购法规约束，报告义务极低，大量资金在联邦支出数据库里根本看不到。换句话说，数据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镜，你看到的负93%，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统计幻觉。但第二层才是真正的故事。2025年7月，五角大楼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 CDAO 通过 OTA 向4家美国前沿 AI 公司各授予了最高2亿美元上限的合同 ，Anthropic、OpenAI、Google、xAI 总预算值8亿美元。然后2026年1月，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所有 AI 合同在180天内纳入任何合法用途条款。意思是，军方可以拿你的模型做任何法律允许的事情，你不可以给军方设使用限制。4家公司的反应构成了一幅精确的光谱。xAI， 马斯克的公司，没有公开抵制这些条款，很快通过联邦总务署合同推出了 Grok for Government， 定价几乎为0，每个席位0.42美元，实际上选择了完全配合的路径。OpenAI 选择了妥协加文字博弈，接受了任何合法用途，但加了一个修正案：系统不得蓄意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蓄意这个限定词留下了操作空间。这一点是多个民间监督组织在公开评论中明确提出的担忧。Google 正在与五角大楼进行机密谈判，试图将 Gemini 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这与他2018年因员工抗议退出无人机视频分析项目 Project Maven 时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Anthropic 拒绝了，不是拖延，不是谈判，是拒绝。Anthropic 明确划定了2条红线：禁止用于美国国内大规模监控，禁止用于缺乏人类干预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国防部长给出了最佳且最终报价。一份看似折中，但在关键条款上留有逃生口的合同文本。Anthropic 的 CEO Dario Amodei 看完后拒绝签署。据 CBS 报道的消息人士说， Anthropic 认为修正案在这2条红线上几乎没有实质退步。Amodei 在 CBS 采访中说，划清这些红线是捍卫美国价值，与政府意见相左本身就是非常美国的事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戏剧性到连好莱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2026年3月4日，国防部正式将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安全风险。这是首次公开报道对一家美国主流 AI 平台公司使用这一标签。此前的2月27日，联邦总务署 GSA 已按总统指令把 Anthropic 从 USAI.gov 和标准化采购平台上全面移除。按总统指令，各联邦机构被要求停用 Anthropic 技术。GSA 的声明明确执行了这一点。失去五角大楼的青睐，在传统军工时代意味着破产，但 Anthropic 没有，因为它大约30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据多篇2级市场报道和 FT 的采访，绝大部分来自商业客户。即便按照 CDAO 合同上限全额执行来算，那2亿美元也只占当前年化收入大约 0.7%。实际已执行部分还远低于这个上限。军方封杀了他，他几乎没有感觉到，但军方感觉到了。Anthropic 随即起诉国防部，指控黑名单裁定违宪且违反行政程序法。3月26日，加州一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了黑名单执行，裁定现有证据显示该指定似乎更多是为了报复 Anthropic， 而不是基于国家安全实际风险。GSA 随后在4月2日发布声明，恢复了 Anthropic 在 USAI.gov 和 GSA Chat 中的位置。但2周后的4月9日，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拒绝了暂缓执行黑名单的请求。2个联邦法院对同一件事给出了相反的裁定。连美国政府的司法体系内部都无法就一家 AI 公司到底是安全风险还是被报复达成共识。
遑论主权二字在这个语境下还能指向任何统一的意志。行政、军事、司法各管一摊，各说各话。权力不是在集中，而是在碎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它只是一个关于硅谷公司对抗五角大楼的戏剧。但它没有结束，因为就在被封杀的同时， Anthropic 做了一件让全球金融监管体系都高度紧张的事。2026年4月 Anthropic 宣布它最新的模型 Claude Mythos Preview， 具备超越绝大多数顶尖人类专家的代码漏洞发现与利用能力。据 FT 和 Irish Times 等报道， Mythos 在测试中发现了 OpenBSD， 一个以安全性著称的操作系统中潜藏了27年的零日漏洞，以及自动化测试工具扫描了500万次也未能发现的主流视频软件底层漏洞。这种能力是双刃剑，它能保护你的系统，也能摧毁你的系统，取决于谁在使用它。Anthropic 没有公开发布这个模型，也没有把它交给刚刚封杀了自己的国防部。他做的是启动了一个叫 Project Glasswing 的计划，构建了一个严格的白名单。全球大约40到50家组织获得了 Mythos 的早期访问权，包括 AWS、Apple、Google、Microsoft 等科技巨头， CrowdStrike、Palo Alto Networks 等网络安全公司， Linux Foundation 等开源社区，以及 JP Morgan Chase 等金融巨头。更反常的是定价方式， Anthropic 不是向这些白名单企业收取高额费用，他反过来提供了1亿美元的使用额度补贴，让这些企业用 Mythos 加固自己的系统，另外捐赠了400万美元给开源安全组织。免费的，一家私营公司自掏腰包补贴全球最富有的科技和金融企业做安全加固。白名单内的企业获得了3个月的时间提前修补致命漏洞。白名单外的，包括在黑名单与总统禁令生效的那几周里的大部分联邦机构，以及绝大多数外国政府，面对未来 AI 规模化攻击时处于明显的防御劣势。在法院暂缓禁令之后， GSA 已经恢复了 Anthropic 在部分政府系统中的位置。但 Mythos 这种特别敏感的模型，监管机构仍然需要单独谈判才能获得访问权，这引发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高度警觉。2026年4月中旬的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 AI 驱动的金融网络安全风险成为各国央行和监管高层反复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IMF 总裁 Georgieva 表示，全球货币体系尚未准备好应对 AI 网络风险。英格兰银行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 Bailey 称， Mythos 对全体监管者是严峻挑战。欧洲央行主席 Lagarde 警告，一旦这种能力落入错误主体，后果严重，现有治理框架不够用。巴克莱银行 CEO 公开表示， Mythos 对全球银行系统是严重威胁，并警告更强的模型还会接踵而至。但这些掌管全球金融稳定的人面对 Mythos 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访问权。据《金融时报》报道，欧洲监管者和高管们抱怨无法获得 Mythos 的测试权限，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场面。白宫一边面对着国防部对 Anthropic 的黑名单，一边开始探索让民用和监管机构获取 Mythos 访问权的路径。有报道称， OMB 官员已向各部门发送邮件，说明要加护栏，以便安全使用。据 CBS 报道，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也召集了华尔街顶级银行 CEO 讨论 AI 驱动的网络安全风险。一个被五角大楼列为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公司，同时被白宫视为保护国家金融安全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拧巴的世界。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主权 AI 溢价到底在给什么定价？答案是，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3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被同一个词混在了一起。第一种溢价，合同锁定型，代表公司是 Palantir，
2025年全年收入约44.75亿美元，约54%来自政府客户。美国政府收入约18.55亿，同比增长55%。它的人工智能平台 AIP 通过 Bootcamp 快速部署模式直接嵌入客户环境，几天内打通私有数据与 AI 模型，锁定长期合同。与此同时，政府效率部 DOGE 正对传统 IT 咨询和承包商发起大规模审查与削减。但 Palantir 和 Anduril 这类标榜硅谷效率的新型国防科技公司不仅没被削减，反而被视为取代传统低效承包商的利器。Anduril 近期拿下了多项大额陆军合约，私募估值大幅上调。这种议价的逻辑很传统，可预测的政府现金流、高续约率、深度嵌入的系统依赖，合理的估值倍数大约是2到5倍收入。这是国防 IT 的逻辑，不是 AI 的逻辑。第二种议价，商业增长型，代表公司是 Anthropic 的核心业务，大约300亿美元年化收入。据多方报道，绝大部分来自企业 API 和商业客户。这是一个市场传闻和二级市场数据支持的数字，非审计财报。年消费超100万美元的企业客户从500家在不到2个月内翻到1000家以上。Ramp 支付数据显示，在其样本企业中，近1/3正在付费使用 Anthropic 工具。Cloud Code 驱动的软件工程自动化是核心增长引擎。这种议价的逻辑是高增长 B2B 平台。100%加增速，强劲的企业采用 API 调用量的指数级扩张，合理的估值倍数大约是10到16倍收入，取决于你对增长持续性的假设。这足以支撑大约3000到4800亿美元的估值。第三种议价，期权型，这就是 Mythos 和 Glasswing 代表的东西，一种尚不存在的收入类别的期权价值。Glasswing 目前是免费的 ，Anthropic 在倒贴1亿美元，类型3的当前收入是0，但二级市场已经把 Anthropic 的隐含估值推得远超最近一轮融资的3800亿。据 Caplite 等二级交易平台和 Solana 上代币化股份的定价，隐含估值可能已经接近7000到8500亿美元区间。如果纯商业收入能支撑4500到4800亿，那剩余的部分就是期权议价。市场在压住 Glasswing 模式，最终会从免费战略投资变成付费安全评估服务，甚至变成一种类似信用评级机构那样的准牌照租金。这种期权能否兑现，取决于一个变量：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是否会把前沿 AI 安全评估写入合规框架。如果写入了，比如金融稳定委员会要求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定期接受前沿 AI 模型的安全评估，那么 Anthropic 就从一家软件公司变成了半个目的，掌握安全评估工具的人定义什么是风险。这种权力的经济租金历史上只出现过几次。标普把评级业务从非盈利转向商业化之后的增长曲线， VeriSign 获得 .com 域名注册垄断之后的收入轨迹。但如果没有写入呢？我仔细查了过去30天所有相关的监管动态，结论很冷静。金融稳定委员会2026年工作计划把数字创新与 AI 列为系统性风险重点，但没有专门针对前沿模型安全评估的文本。美联储最新的监管信函明确把生成式 AI 和自主代理排除在当前硬规则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或超国家机构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金融机构进行第三方 AI 安全评估。按我的估算，制度化的当前概率不到30%，但市场的隐含定价按上述估值拆分推算，大约40%到60%。这意味着市场和监管之间存在10到30个百分点的期望差，要么市场知道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 Glasswing 白名单内部已经在谈付费转化，要么市场在过度定价一个尚未发生的制度变迁。
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旁人不知的维度，不是关于 Anthropic， 而是关于我自己。我平时追踪了大量关于主权 AI 的新闻报道，在这次做视频之前，我对这件事的印象大致是：国防合同是主角，拨款是配角，监管是刚刚上桌的新角色。这个印象错了，不是因为我的判断有问题，而是我因为平时追踪的信息渠道天然偏向热点叙事新闻。五角大楼封杀 Anthropic，Amody 对抗 Trump，Mythos 让全球央行行长坐不住。这些故事在科技和财经媒体里铺天盖地，但安静的拨款数据不会自己跑到我面前。所以，当我重新翻了一遍过去几个月所有跟主权 AI 相关的消息之后，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印象中的主权 AI 支出跟现实中实际花掉的钱之间差了10倍都不止。能上头条的国防 AI 合同，在 USA Spending 里只有940万美元，几乎从不被报道的 HHS AI 拨款是11亿美元，叙事热度和资金现实完全倒挂。这不是一个关于 AI 的教训，这是一个关于注意力的教训。你以为自己在追踪现实，其实你在追踪的是媒体选择报道的现实切片。当一条安静的拨款线增长了 796.5%， 它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科技博客的头条。但当一个 CEO 在电视上对五角大楼说不，它会出现在所有人的信息流里。日复一日，你的注意力被有戏剧性的信号占据，安静的信号从缝隙里流走。直到有一天回头去对账核实，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用叙事热度当信号，而不是用资金现实流向。这件事改变了我后续追踪这个主题的方式。我开始强迫自己定期去看那些不会自动跑到面前的数据。联邦拨款数据库的采购公告， HHS 的项目发布， FDIC 的 AI 试点进展，它们枯燥不性感，不会被算法推到你面前，但它们才是真正能告诉你主权 AI 的钱去了哪里的工具。如果 Anthropic 按传闻在2026年第4季度 IPO， S1 文件将回答所有分析师都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Anthropic 自己怎么看 Glasswing？ 如果 Glasswing 在 S1 里被列为战略投资或社会责任支出，一个纯粹的成本中心，那么期权叙事就缺乏内部锚点。数千亿美元的期权溢价将建立在公司自己都不认为是收入来源的东西上面。如果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安全评估收入科目，哪怕金额很小，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那意味着 Anthropic 正在把 Glasswing 从慈善转化为商业模式，制度化概率会大幅跳升。在 S1 出来之前，所有关于第3种溢价的估值都是在定价故事。故事有价值，但故事是高波动的期权头寸，不是可以按现金流贴现的稳态收入。如果我必须在今天做一个判断，我会说 Palantir 卖的是锁定， Anthropic 卖的是期权，政府买的是能力。三者用了同一个词主权 AI， 但指向完全不同的现金流结构、风险因子和持续时间。把它们混在一起计分是当前最容易犯的分析错误，不是因为其中任何一个被高估或低估了，而是因为错误的分类会让你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方向的决策。有些词语在被太多人使用之后，就不再指向任何具体的东西了。主权也许正在变成这样一个词：当一个国家买不到它最需要的安全工具，当一家私营公司免费向40家企业发放它最强大的武器，当全球央行行长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个他们无权测试的模型，当2个联邦法院对同一家公司给出截然相反的裁定，主权这个词的重量已经悄悄转移了。它不再只属于签发采购合同的那栋大楼，它属于运转着数以万计 GPU 决定谁能看见风险，谁被蒙在鼓里的人。至少在今天是这样。明天取决于一份还没有写出来的 S1， 一个还没有发布的监管框架和一张还没有变成发票的白名单。故事远没有结束，但定价已经开始了。